你会不会好奇 Norman 是怎么做市场调研的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相信看过我比较多视频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，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数据分析的博主。我的绝大部分判断和结论都是基于对数据和信息的分析得出的。那么 Norman 平时会用到哪一些网站和工具来调研数据和信息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扒一扒。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好用的工具。第一个网站 Credit Karma， 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贷款计算器，除了能算出每个月付多少钱，还可以准确的显示每个月付了多少本金和利息，这对我们精确计算收益率和税务成本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大家知道每个月的月供中，本金部分实际上是收入的一部分，是要交收入税的，而利息部分是费用的一部分，是可以抵扣的。清晰的算出这两项，可以帮助大家在买房之前做一个更加合理的决策。第二个网站 Front Lobby， 这个网站有两个功能是我们经常会使用的。第一个功能，在租客允许的情况下查阅租客的信用报告。很多时候租客自己提供的信用报告是不足为信的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有办法可以调取，这个网站就给了我们这个机会。第二个功能是，如果租客欠租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注册租客的信用记录，让他们的信用记录上显示他们欠租。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，也是对有可能欠租的租客的一种威慑。使用这两个功能其实是有一些门槛的，大家如果觉得比较繁琐，欢迎交给我的团队来办理。第三个网站 RateHub，这个网站其实可以查很多数据，最经常用到的第一个功能是查贷款的当时最好利率。它列出的利率其实是包括浮动和1、2、3、5年各个年份的固定利率的，其中也有一些小银行是大家不经常用的银行，大家在上面主要看5大行的利率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功能也是我用的比较多的，大家可以用这个网站计算买卖房屋中的土地转让税的数额。第四个网站 Trab Market Watch，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公开数据来源，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大多伦多地区各种房屋的销售数据。Trab 每个月会统计自己各个区域以及各个房屋类型的销售均价。Norman 每个月都会很仔细的阅读上面的报告，也可以看出很多门道。前面几期视频中用到的 House 和 Condo 的价格之比，就是从这个 report 中提取的。第五个工具房纳师 APP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APP。 几年前安省通过法律，房屋的销售数据不再是一个商业机密，是所有人都可以查阅到的。大家就可以用房纳师这样的 APP 来查阅销售数据，而且大家可以通过输入地址来查阅一个房屋的历史销售记录。这个功能其实是比经纪人自己的平台还好用的。第六个工具 Toronto Life Neighborhood Ranking， 这是一个调研多伦多各个社区非常好用的网站，而且它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调整每一个属性占的权重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把安全以外的因素删掉，就可以只看一个区域是不是安全。之前经常听到有人抱怨 Regent Park 是 Downtown 一个不太安全的社区。事实证明，在多伦多140个社区里， Downtown 绝大部分社区的治安是垫底的。Regent Park 只看安全属性，排名多伦多33名，可以说是傲视 Downtown 各个社区，确实是 Downtown 最安全的地方。第七个网站 Ontario Builder Directory， 这个网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，相信很多经纪人朋友也是不知道的。还记得 Norman 投资的座右铭吗？哪里楼花贵就去哪里买新的现房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房子是新房还是旧房呢？它是不是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，并且没有租金管制呢？查这个网站就可以知道了。大家可以在这边把地址输进去，然后查阅这个楼里面每一个 unit 的 Carry on Warranty 的触发日期。大家知道 First Occupancy 一定是 Carry on 这个 Warranty 保险出发了之后人们才能进去居住的，所以一个楼里面所有的 unit Carry on 保险都是在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开始使用的。那基本上大家就可以断定这个楼是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新房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用？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买到不能涨租的旧房了。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